陈伯是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会计，每天早上7点，他准时起床，喝一杯黑咖啡，然后穿上那件深蓝色的西装。他的房间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书架上的书按照颜色排列，桌子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，连拖鞋都必须摆放整齐。陈伯喜欢安静，下班后，他只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看新闻，他不养宠物，也不喜欢参加吵闹的聚会。可是，这种平静的生活在上个星期天被打破了。隔壁空了很久的公寓，突然搬来了一位非常奇怪的新邻居。那天电梯门一打开，陈伯就看见了5个巨大的彩色箱子，箱子上面还坐着一只看起来不太高兴的胖猫。就在陈伯发呆的时候，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女孩从箱子后面跳了出来，她戴着一顶夸张的帽子，笑着对他大声打招呼：“你好呀，我叫莎莎，是一名自由画家。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，请多关照。”他的声音大得让楼道的灯都亮了。陈伯尴尬地推了推眼镜，小声说了一句“你好”，然后迅速躲进自己的房间，把门紧紧地锁上了。他预感麻烦来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伯简直无法睡觉。隔壁经常传来摇滚音乐的声音，有时候甚至是半夜2点。不仅如此，走廊里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的东西，还没干的油画，沾满颜料的旧椅子，甚至是一辆坏掉的自行车。陈伯忍无可忍，他决定要找莎莎认真地谈一谈。他写了一张详细的邻居行为规范清单，准备交给他。他敲了敲隔壁的门，过了很久，莎莎才打开门。她的脸上沾着绿色的颜料，手里还拿着一块吃了一半的比萨。“啊，是你，要吃比萨吗？”莎莎热情地问，完全没有注意到陈伯生气的表情。陈伯深呼吸，试图保持礼貌。“莎莎小姐，你的音乐太吵了，而且走廊不应该放私人物品。”陈伯严肃地把那张清单递了过去。莎莎接过清单，看都没看就把它折成了一只纸飞机。“你太紧张了，邻居，生活需要一点乐趣，不是吗？”纸飞机正好飞到了陈伯的鼻子上，陈伯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沟通完全失败了。接下来的2周，他们开始了冷战。陈伯每次见到莎莎都故意不看她，而莎莎总是对他做鬼脸。一个周末的晚上，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。陈伯正在家里煮面条，突然听到门外传来着急的敲门声。他打开门，看到莎莎全身湿透了，站在门口瑟瑟发抖。那只胖猫躲在他的怀里，看起来也很可怜。“对不起，我忘记带钥匙了，手机也没电了。”莎莎的声音第一次听起来这么小，像个犯错的孩子。陈伯虽然心里还有点生气，但他不能不管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让开身子说：“先进来擦干头发吧。”莎莎走进陈伯的房间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：“哇，你的家像博物馆一样，怎么可以这么整齐？”
陈伯递给他一条干净的毛巾和一杯热茶。那只胖猫跳到了沙发上，留下了几个黑色的脚印。陈伯皱了皱眉。不好意思，莎莎赶紧想去擦，却不小心打翻了茶杯，茶水流到了白色的地毯上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陈伯看着地毯上的污渍，奇怪的是，他竟然没有发火。也许是因为莎莎看起来太内疚了，脸都红了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个地毯太白了，也很无聊。陈伯拿来抹布，慢慢的清理。莎莎惊讶地看着他。为了打破沉默，莎莎指着墙上的一幅画问：“这是你选的吗？”虽然只是简单的线条，但很有品味。陈伯愣了一下，那是他自己随手画的解压图，从来没给别人看过。其实，那是我自己画的。莎莎眼睛亮了：“真的吗？你的线条控制力太棒了，你应该多画画，而不是整天算数字。”那天晚上，莎莎在陈伯家待了1个小时，他们没有吵架，而是聊起了关于颜色和秩序的话题。雨停了，备用钥匙也找到了。莎莎离开时，笑着对陈伯说：“谢谢你的茶，还有，你其实没那么无趣。”第二天，陈伯下班回家，发现门口放着一盆小植物，植物的叶子乱糟糟的，但看起来很有生命力。卡片上写着：“送给整齐先生，他不需要太多照顾，只要一点点阳光。”莎莎，陈伯忍不住笑了。陈伯把植物放在了窗台上，奇怪的是，这盆乱乱的植物并没有破坏房间的整洁，反而让房间更温暖了。为了回礼，陈伯去超市买了一个多层的收纳盒。他觉得莎莎的颜料需要一个更好的家。周末，陈伯主动敲开了莎莎的门，帮她整理那些乱七八糟的颜料管。莎莎在一旁看着，觉得很神奇。原来把红色和黄色分开，找颜色会这么快，莎莎惊叹道。陈伯一边分类，一边解释逻辑的重要性。作为交换，莎莎教陈伯怎么用手指画画。陈伯一开始不敢弄脏手，但在莎莎的鼓励下，他试了一下。当蓝色的颜料涂满手指时，陈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。他不再担心西装会变脏，也不在乎时间。他们一起在莎莎的阳台上画了一幅巨大的画，画上有陈伯喜欢的直线，也有莎莎喜欢的圆圈。慢慢的，陈伯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他的书架上多了一些色彩鲜艳的艺术书，不再只是黑白灰。而莎莎也变了，她学会了把垃圾分类，也不再半夜放那么大声的音乐了。邻居们都很高兴。有时候，陈伯会帮莎莎做财务报表，因为莎莎对数字完全头疼。莎莎则负责给陈伯做创意早餐。陈伯以前觉得不一样的人很难相处，但现在他发现，不同的性格可以互补，让世界变得更有趣。又是一个周末，楼道里再次出现了箱子。陈伯心里一紧，难道莎莎要搬走了吗？他急忙跑出去。嘿，陈伯，
别担心，莎莎笑着说，我只是买了一些新的画布，准备画一个新的系列。陈伯松了一口气，他主动搬起最重的一个箱子，来吧，让我帮你搬进去，但是记得别放走廊。遵命，长官。莎莎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，两个人都笑了起来，笑声在楼道里回荡，充满了快乐。现在的陈伯依然穿西装，依然爱整洁，但他学会了偶尔在咖啡里加点糖，偶尔欣赏一点混乱的美。朋友不一定要相同，有时候正是那些截然不同的部分，才让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